另外一个更深奥的一个意思，也不是说深奥啊，另外一个说法怎么说呢？一个孩子，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跟妈妈吃饭，然后他妈妈还剩下一个玉米，然后他会问他妈妈说，Do you still want the corn？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，你还要那个玉米吗？可他真的想的意思是我要吃玉米，类似这样子。他绝对不会说 I want to eat that corn， 他不会这样跟妈妈这样讲，也不会跟朋友这样讲，他一定会说Are you？ 你知道我刚是说什么 ？Do you still want that corn？ 然后妈妈就会懂哦，你要我的玉米，就把玉米给他。第二个例子就是他吃完玉米的时候，就问他妈妈 ，So 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？ 直接翻的话，你会觉得他在问他妈妈，你今天晚上想要干嘛？你就错了，全天下没有一个孩子会管他妈妈晚上要干嘛。他问的问题是说，你今天晚上会不会在家？我要开车出去，你会不会在家？所以我想把车开走了，你会不会需要用到车子的意思？这个就是英文对话开始慢慢要有的这种 sense。如果你听到他们这样对话，你不要傻傻的以为那个孩子想知道妈妈晚上要干嘛。他这句话的含义 ，So 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？ 意思是说车子可不可以借我开，类似这样子。这个东西最好进步的方法就是看电影跟美剧，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类似的东西，翻译翻不出来的。可是你去看他的这些对话，多看，慢慢懂。有些句子真的是这样子，翻译没办法直翻，一定要自己去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才可以。翻译好了，他可能会在旁边注释其实什么意思。有些翻译会这样子，而一大部分不会。我想想看，对，好，快要结束了，所以3个秘密把它们很快做个总结，其实就这3个字 ：stress、linking 跟 collocation。这是我教那些小孩子英文，我自己发现的3个秘密，就是学英文。因为说实话，很多人问我说英文要怎么学，怎么样进步，我回答就是，你就真的要自己练习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办法是说我教你，你做，你英文就变好，这不可能的。如果有补习班对你说我可以保证你英文变好，我有个特别的方法教你，都是骗人的。英文要靠自己去学，自己去听，自己去写，多做、多写、多听、多看，然后就听说读写都要练习，才有可能进步。不可能说有个诀窍，你只要学这诀窍，你突然英文就会了，这没有这种东西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们可以了解这3个秘密的话，你们这样学英文的方向就有了。你们就至少知道说，原来英文还是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要了解，而不是说怎么说，没有任何公式可以教你们，你们的公式学会英文就会。这3个可以是辅助你们的东西而已。Stress、linking 跟 collocation， 这是对话的时候，当你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，你要开始有这个 sense 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不知道大部分的人有没有觉得知道这3点学英文有没有帮助？可是我是觉得这其实蛮有用的。这个有点像不能说基础，可是这个是等你们以后英文想要，就是像我所说的更上一层的话，一定要有的一个 sense， 有这种直觉。为什么外国人讲话都不会开口是母音的原因？这种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连很多外国人不知道。可他们自己讲话，你教他们自己讲话，他们会发现，对 ，that is true. It doesn't matter what I say. I will never start with a vowel. It will always be a consonant. 只是这个就会让英文不是母音的人听起来很吃力而已，因为他们就真的有时候期待的是母音开头，因为这个字明明就是母音开头，
可是却不是母音开头。啊，好，我的想法是说，现在还剩差不多20几分钟，开个 Q&A， 就是你们可以问我问题，然后回答任何问题都可以，不一定要是关于今天的内容。看到我想问什么都可以，包括我为什么穿个小熊衣服，都 OK， 完全开放啊。温哥华华人很多的地区有这种，它是分地区，有些地区华人蛮多的。对，不是台湾，香港，台湾是15年前有台湾的地方，可是现在很多都被大陆人或印度人给取代了。然后本来的台湾人，要不然就离开了，要不然就变得不像台湾人了。所以其实现在温哥华台湾人越来越少，都是大陆人、印度人、韩国人，对，韩国人超多的，欧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今天在一个高中那里，然后那些学生，高中女生都超喜欢韩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韩剧啊，然后那个音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没怎么看，没怎么听，可是他们都很喜欢讲，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能够融入他们的话题，我会去看一下，像《太阳的后裔》，我就去看古阿木版，为了跟他们聊天，然后看完古阿木版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聊的，除了那个姓宋的那一位很多人喜欢之外，我其他就不怎么知道。有人看过这个吗？《太阳的后裔》有吧？哦，其实还不错。古阿木把它弄得蛮简单的，我很容易就懂他的意思，死了又活来了，死了之后又回来了，还蛮神奇的一个人。有没有剧透吧？还是大家也不太在乎吧？温哥华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我就问一下，有谁想要大学毕业后出国的？举个手，我看一下，有这个意愿的吗？1个、2个、3个，真的假的？才3个人哦。说下，表示其他的人你们都不会想出国。迷惘。对啊，我出国不代表说要住在国外啊，只是说去玩啊，就你知道去看世界。像我现在都想要出国啊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旅游可以增加很多知识，可以碰到很多新的东西没有见过的。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要有教育性的帮忙，对啊。所以我虽然是加拿大长大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多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去体验过。所以虽然我是在国外长大，可是我觉得那还是只是个小部分。南美洲啊、非洲啊、欧洲我都没有去过，我就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才行。美国我是去太多次了，虽然美国很多人问我说美国有没有去过，我说当然有啊，你是指哪个州？因为我认为美国50个州是50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你要全部的州都去过，你才能说你去过美国的感觉。要不然你只去过加州，你去过纽约，那真的美国还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碰过。就像如果有人来台湾，他只在西门町逛了一下就走了，你不会觉得他来过台湾吗？你会跟他说，西门町只是台北的一小部分，还不用讲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那些地方。所以美国也是，你去一个州，或是去纽约，那真的只是一小部分，还有好多地方。然后那还只是美国，还有全世界这么多地方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出国是件非常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对啊，只是你知道，很多人在美国，他们不会这么觉得，他们觉得在美国自己国家50个州去溜一次都去不完了，干嘛要出国？所以美国人的想法不太一样，他们会觉得全世界是围绕他们转，他们不会想去体验外面的国家。所以很多人他们连护照都没有，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有护照啊，我又不会出国，干嘛要护照？我有驾照就够了，驾照就可以50个州到处跑啊。对，这就是思想方面很不一样。还有什么问题？
很神奇的，不会耶！我当时小时候就很怕热，我现在还是很怕热，所以我去年我忘了说，我2015年我回来当兵，又服了1年的兵，因为我是78年次的，所以4个月这种好事情我没有这个运气碰到，所以我就服了1整年的兵，有人现在要当兵的吗？就暑假去当2个月有吗？不错，很好。看你去哪里，我说不定有认识的人。有些那些志愿役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脑袋有问题，签了志愿役的还在里面。所以如果真的，我不是在说国军不好，我是说志愿役不好，不要签志愿役，要不然就念官校，签那4年志愿役真的很浪费时间。我当时回来当兵的时候，我就快被热死了。我是9月份入伍的，当时在宜兰。我就已经觉得不行了，然后我当时10月份的时候，在选择下部队要去哪里，一般是抽签，可是我当时听到说，就有个人从屏东过来的，他是特战的，他说跳伞很爽的，你一定要去跳伞，一辈子的回忆。我当时就想说，可是屏东不是很南边，会不会热？他说10月份屏东很凉快的。我当时就想说，真的吗？有可能，因为台北当时10月份也蛮凉快的，我就听他的话就下去了。他妈的，热死我了！30度就已经是凉快的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？他平均在10月份还是35、36度。当时而且睡觉的时候没有电风扇，因为电风扇都被学长抢走，冷气坏掉，所以我基本上是晚上是流汗睡觉，然后起来都还是汗。唯一的好处是我过去的时候感冒过去2天就好了。超神奇的，感冒在台北怎么咳都好不了，去了屏东2天就好了，因为每天醒来都是一身汗，那个很爽的体验，真的。想去当兵的话，不过你们现在当兵也没办法去特战，对啊，4个月他们不可能让你们去特战跳伞。对，回答你的问题，对我8岁的时候去加拿大，反而没有太大的那个气候上的适应。蛮适应，我很喜欢冷的。像我觉得现在超热的，对，我觉得好热，对，我觉得现在很热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5度以上我都觉得热，对，所以10度开始我就根本不会穿长袖，一定要5度以下我开始可能会穿个长袖，然后零下的时候才会加个外套。对，所以我可能生下来就应该适合去加拿大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就超级不能，我对热很怕，我对冷非常的，我像个哈士奇一样，我超喜欢冷的。说到哈士奇，我还去阿拉斯加滑过那叫什么呀？雪橇，就有狗拉的那雪橇。只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不是冬天，是夏天，是7月份、8月份的时候去的，所以当时算热的时候。他们的热就是14度跟15度。他们说好热，然后那些哈士奇在14度的天气下跑一下就热，就流汗了。我就说天哪，14度比我还扯。我至少觉得14度是算舒服，他们是说对他们说14度快烤熟了，他们都习惯是-10度左右的天气，就是一定要是下雪。因为那个哈士奇在10度以上就真的是不能跑太久，因为真的会中暑。对，你想想看，15度是中暑的状态。我就觉得天哪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神奇的动物。对，所以8岁去加拿大，冬天我还真的没有觉得怎么样，蛮喜欢的。只是我当时去加拿大好玩的，我当时8岁嘛，不懂什么东西，然后去学校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说学校，我英文当然不好啊，8岁我又不会英文，我当时就找很多台湾人来帮我，可是他们都不帮我。所以我当时小时候我还记得说，我超级对就是同胞反感的感觉，因为很神奇的就是在加拿大那里台湾人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就他们觉得你刚来你知道低等的台湾人，你没有我们待得久，很莫名其妙，真的，就是我很生气的，对，我不会忘记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英文好烂哦，我不想帮你啊，你知道我们英文都这么好，我想说，看你刚来的时候多好。还不是一样，还是你慢慢练的。当时2年级，小学2年级这种打击，对啊，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那种叫什么幼儿园就在加拿大长大，所以英文当然比较好。
反正我只记得是当时我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同样的人跑来找我帮英文，我就觉得好爽，风水轮流转的感觉。现在是你要我帮忙的吧，对吧？还有什么问题？那问题我想了好久的感觉。什么都可以问啊，对国外任何方面有兴趣的都可以，棒球、篮球、音乐，NBA 票很贵吗？你要什么样的票？你坐哪里？啊？你位置是坐哪里？我靠近，我是可以去克里夫兰，或者是76人，或者是纽约。我装好他们这个城市的中间点，所以3个场我都有去过。是会依据那个什么对抗的队伍，然后去。对，它的票价都会不一样。不过基本上，如果你坐非常高，就是球员只是一个点的感觉的话，那个位置那个票就蛮便宜的啦，差不多1500台币就买得到。对，1500算便宜的。如果你要坐在球场旁边，就是跟明星坐的话，那可能几万块台币起跳。然后这只是常规赛，你到了季后赛变天价，就全部都是明星的感觉，进不去了。不过这个他们可以把价钱拉这么高，是因为他们有人会想看。你在台湾 SBL， 你票送的都送不出去的感觉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个就是经济学嘛。对，想人家愿意付钱，他们就会把票拉，再高都一定会有人去付的意思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去看 NBA 现场跟电视差超多的。你没办法想象 NBA 现场他们跑得多快，他们的动作多快。对，你真的要去现场体验一下。